哈喽，大家好，我是洋洋。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车站，这里的感觉果然是不一样，下车就乌泱泱的全是人。那么我们今天就逛一下新宿，看看新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新宿是东京最奇怪的一个地方，它既是全日本人最多的车站，也是东京人最想逃离却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很多人的印象里，新宿是喧闹的夜生活街区，可你可能不知道，在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战后的黑市。那时候东京是一片废墟，失业的人、退伍的士兵、小贩儿都聚集在这里。他们在废墟上搭起棚子，摆起小摊卖酒卖饭，甚至连修东西的都有。这就是新宿的起点。后来这里变成了全东京最热闹的商业区，白天是上班族的世界，晚上是夜店、风俗、居酒屋、旅馆混在一起的世界。白天的秩序和晚上的混乱都在这1公里的街区上上演。如果说涩谷代表青春，银座代表精致，那么新宿就代表着活着。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闲着，有人拼命工作，有人彻夜喝酒，有人追梦，也有人想逃离。所有人的生活都在这里擦肩而过。而最有意思的是，不管东京怎么改变，新宿的气质一直没变，就是这种嘈杂拥挤，带点疲惫又充满能量的感觉。頭痛いけどこれだけで Yeah bad bitches from Tokyo Yeah bad bitches from Tokyo 俺を取り乗せるからこれがますよまた最低から最高まで夢を見てる今日も振り回し人生の最高の最初で最後この東京行かれた東京哇，这个唱的真的不错。后面这取小旗的应该是游客小团体，我也想做这种私人小团。看这是哪个国家的？印度吗？他长得像印度人。我也特别想做这种私人小团游东京的，所以说我现在每一站拍东京的情况。毕竟我也是7、8年没回东京了，确实从奥运会以后东京变化很大。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来东京玩的时候发没发现，东京现在到处都在这种改装，尤其是这种车站里边。我刚才从新宿的这个车站一下车，以前很空旷的地方现在都填满了小吃街呀、卖糕点的什么的。哇，人太多，人多到已经没办法好好讲话了。就是说从车站出来就感觉以前新宿车站是很空旷的，现在全都填满了这种商场呀、商店呀、卖糕点的呀。可以说新宿车站能把能租出去的地方全都打造成了这种商铺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这个广播啊？这个广播就是说，在新宿是很乱的，有很多这种拉客的，大家遇到这种拉客的，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因为拉客的有很大风险。因为这些人，当然也有好的啊，但是在新宿有很多就是骗人的店，所以说大家来新宿还是要小心一点。看新宿这些人，我的妈，密密麻麻的，我感觉比涩谷多了这些人。今天还是个平日，不是周末呢。新宿车站据说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车站。我现在回东京的感觉是，现在老外特别多。以前我在日本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多老外，估计是现在日元太便宜了吧，大家都来日本旅行了。所以说，我觉得旅行这个行业是未来挺有前景的，尤其是在日本啊。我这次来日本的主要一个目的也是，如果我这 YouTube 能做起来，能有流量了，以后我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小团儿。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东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毕竟日本这个国家还是讲究这种熟人经济嘛，就是有朋友介绍啊，或者有人带的地方还是不一样，玩法也不一样，然后亲切度也不一样。这就是日本出名的歌舞伎町。歌舞伎町可以说是来日本东京没有人不来的一个地方。歌舞伎町对于没来过日本的人来说，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这条街是个红灯区，但其实这条街是个很普通的商业街，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红灯区。其实街边上都是普通的吃饭的地方呀、喝酒的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些啊。但是为什么大家的印象歌舞伎町是红灯区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是平平常常的这种商业街，但是其实你要好好深挖的话，歌舞伎町是很多好玩的地方的。
歌舞伎町原本是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歌舞伎剧场的，结果剧场一直没建成，反倒是酒吧、舞厅、风俗店先开起来了，结果就人越来越多，混乱也就从这里开始。50年代开始的时候，这里成了黑帮活动的地方，各种组织、风俗业、夜店聚集在这一条街上。白天是看起来很正常的街区，但一到晚上灯一亮，整条街就像是换了一个世界。有钱的人来这里花钱，没钱的人在这里想办法赚钱，热闹、危险、欲望、孤独都混在这几条小巷子里。现在这里招牌也换了无数次，警察也清理了无数次，可是到晚上灯一亮，那种东京另一面的感觉就又回来了。通卡斯尼布拉，这个是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打过工，希莱卡斯就是他家的招牌。看门口这一片地方，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每天早上就清扫这一片地方，因为晚上很乱嘛，这很多人在这抽烟什么的，然后地上的很多烟头，然后扫了，然后再拿水给它冲了，就冲到这儿，这是有界限的，冲到这块就是属于这家店的范围。多一点都不冲。这家店属于一个家族店，老爷子自己干的，然后新宿有一家店，大久保有一家店，特别传统的家族企业。老爷子传给了儿子，儿子然后再经营，然后几个儿子，一个儿子在这边，一个儿子在大久保店。说到这儿，我顺便给大家讲几个我在这家店打工时候遇到的事儿。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新宿歌舞伎町到底是有多乱。作为一个游客，你在歌舞伎町逛是感觉不到什么的，但其实你在这边开店你就懂了，每家店是几乎都是要交保护费的。我打工的这家店虽然是它也在歌舞伎町，但是资历比较早，它是不需要交保护费的。虽然不需要交保护费，但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喽啰找上门来。小喽啰来也不是说哐哐砸东西就要钱，反而是用一些卑劣的手段。用什么手段呢？小喽啰会跟正常客人一样点一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当店员端菜端汤的时候，小喽啰就会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伸脚把店员扳倒，然后这些小喽啰就借这个机会就发火，就说哎呀干什么上菜上成这样，把汤都洒我衣服上了裤子上了，类似于这种的啊。然后我们店这个老爷子一看着这种小喽啰，其实也是没办法，他不仅给这个小喽啰免单，而且还在小喽啰要走的时候还给他个2-3千块钱，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太纵容这些小喽啰了。这些小喽啰一没钱的时候就过来想这些损招。另外说一个题外话，我就是在这家店遇到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女明星小泽玛利亚。我们逛一逛这小岔路，像这种地方以前的新宿啊都没有这么多东西，现在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多了吧，还是人多了，还是经济好了，咱也不知道啊。反正是这种小路都给开发起来了。你看这个大棚子，就是明显后盖出来的，这也不知道合法不合法，反正是就很神奇，突然多了一个这么个东西。这里是卡布奇小塔瓦，里边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咱们进去逛一下。我最近这个东京每站打卡，其实流量还可以啊，除了上野那集特别不好之外啊，其他的都还可以。但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留言的人这么少，几乎是没有人留言，还是说拍的这些东西啊不能引起大家共鸣？我现在是自我感觉良好啊，比我在大连拍的时候流量好多了。但是吧，没有留言，没有点赞，点赞很少，我还是觉得拍的这个东西啊，有一点还是没引起大家共鸣，所以说留言点赞特别少。大家可能看一看刷就过了，我在这里也征集一下，不知道大家要看什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提案想看的东西，给我留言，然后我去给大家拍。哇，这一进来好热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米饭？咱们上楼看看，这2楼像个 game center， 抓娃娃的，这有扭蛋机，然后打游戏的，抓娃娃的。这边有个休息的地方，卖一些小食。哦，我以为现在是2楼，现在是3楼。怎么形容这个游戏呢？有点像以前的那个跟电视玩的那个 Win 体感游戏吧，算是。看着也挺好玩的。上5楼，
这上面应该没什么东西了。还有个三温暖，这边是什么？还有个赌场呀！赌场玩什么？日本也不让赌钱呀。这是水烟吧。这么多人排队啊！排队跟他们握手的，跟他们拍照的。这是个什么艺术品？全是垃圾，这旧易拉罐、破酒瓶子，上面是旧电器，上面是一根杂草。这2楼就像个小酒城似的。新宿好多文艺青年呀，都唱得好好呀。牛逼！好帅，好帅！这边好多小妹妹。看这个店，这个店属于偷窥店。你进去以后，给你关一个小房子里，然后你的小房间里前面是一面大镜子，镜子前面然后有人跳舞给你看。这里就是新宿著名的哥斯拉。哥斯拉这个楼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院，当年动保公司为了庆祝哥斯拉诞生60周年，当时建的这个建筑物，现在也就成了一个新宿的地标建筑了。咱们去这个楼逛一下吧。これ何ですか？看着挺有意思的。Baby Castella 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松松软软，香香甜甜。慢。他看这个样好像是流动作战，今天遇到了。咱们上去看看这个哥斯拉的东宝大楼。这层楼上来就是电影院。电影院还卖一些周边。咒术也要出大电影。这里看看新村还是感觉不太一样。这条街叫歌舞伎町樱花通。这条街在歌舞伎町的旁边。新宿现在也好多这种空咖啡。哇，这家店排好多人。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看着挺好吃的。我们先吃个汉堡吧。这家店几乎全是欧美人，没有亚洲人的店。可能开在新宿歌舞伎町卖汉堡，就是针对欧洲来旅游的人。はい。はい。
由于这个店全都是老外，所以说他们店员也不说日语了，直接说英语。问题是我英语听不懂啊。来看一下，这家店是主打100%和牛。下面是汉堡肉，然后上面好像是一层辣酱，加了个培根。光是汉堡的价格是1480，加了个培根是420，然后这个番茄是本身带的，番茄和菜是本身带的。下面还有酸黄瓜，看着这个面包的质感就差不了，煎的焦焦脆脆的。尝一下。Is it good? It's very good. Look at the photo she took of me, bro. Oh yeah. 好吃，上。 It's the sauce at first. 这帮老外这边人讨论说好不好吃，都说真好 You're 吃。 not gonna ruin it, man. I'm fine. 用的日本和牛做的汉堡排果然是不一样。特别香。 Well,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它的酱料放的很少，几乎都是吃和牛的味道。我选的是单层啊，单层吃起来吃到第2口、第3口就已经觉得有点腻了。它还有双层的，我没选，我觉得单层就足够了。选了培根是对的，不然光吃和牛的话一定会很腻。看它这个培根，它这个培根感觉质量也是相当不错的，特别厚。好吃。薯条是带皮的薯条。 Suck it up. What did you want, man? Watch it degenerate on him. 薯条竟然不热，有点凉。薯条有点一般。这个甜辣酱好吃，加点到汉堡上。You're gonna have to go back to Kyoto and try. What are we doing tomorrow? Gotta do it. 加了酱更好吃。 汉堡480加培根420加薯条420，一共是2320元。来吧，我们继续。这边黑人很多，黑人多的地方证明这个区域是有一点灰色的。黑人其实在日本挺受欢迎的，他们长得又高又壮，不仅是受女孩子欢迎，日本的这种稍微灰色一点的这种店啊，比如说酒吧呀、这种蹦迪的地方啊，都喜欢找这种又高又壮的黑人做这种店里的 security。他们确实是站在那儿，你不用说话，就感觉有一种威慑力。确实是尺寸比亚洲人大一圈。行。这边这个区域是牛郎店聚集的一个区域。以前这种牛郎店的看板都是写新宿 No.1、东京 No.1 的。现在日本法律改了以后，他们全给换了，不让写这种 No.1 这种。以前都是什么销售冠军啦、新宿第一啦，现在都没有这种名头了。日本的牛郎店也不是主打的有多帅，反正就是进去就是给你一种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只能说日本的牛郎比较会聊天、会唠嗑吧。情绪价值给的满，在这边经常有新闻发生这种在路边就是女生抱着牛郎的腿然后不走，这个牛郎又打又踹的也踹不走。照片看着挺帅的啊，这人其实可丑了。日本就没有什么帅哥，所以说日本女生比较喜欢韩国系的，韩国男生又会化妆又会打扮，韩国男生在日本也比较受欢迎。既然来到新宿，就不得不去一个现在新宿比较火热的一个地方。
大久保公园。大久保公园太火了以后，就整得沸沸扬扬的，然后所以说国家看着好像形势不太好，就派警察天天在那巡逻。所以说可能去了也什么都看不到啊。但是我们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就去看一眼吧。我正在计划着下个月要不要做一个挑战，就是说背上书包，然后做一个背包客，然后游一下日本的京都呀、大阪呀。这个挑战是挑战什么呢？不到开通 YPP 之前，我不回家。咱们白天就走啊、逛呀、吃呀，然后晚上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呀，或者是奶豆咖啡，看看我到底能坚持几天。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题材你们感不感兴趣？你们说我这么一圈逛下来，会不会涨粉涨到1000？日本其实好多地方还挺想去逛一下的，尤其是京都、大阪之前去过，但京都一直没去过，其实挺遗憾的。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大久保公园，看起来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Thank you， 老外还是热情啊，吓我一跳，整得我贼尴尬。说到哪了？京都这个地方之前没去过，我真的是很遗憾。因为日本人都说，只有京都人才说是自己是最古老的日本人。你像东京啊、大阪啊什么的，都属于后开发的地方。京都是土生土长日本最古老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么古色古香、这么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地方，我没去过，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所以说这次旅行一定要把这个京都给它补上。我计划的是去京都，然后再去大阪，然后再去金泽，看一下。金泽也是一个挺古老、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城市。但计划是这么计划的啊，具体我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几天，这还是一个问题。说实话，一个人旅行虽然是自由，但是无聊也是挺无聊。幸好拿个相机，还有人说说话。虽然说没有多少观众看，但也算是有人陪了吧。看这大久保公园一圈啥也没有，哎，前面发现了，有几个小姐姐，但是啊。他们主动转过去了，我就拍一下。都已经被清空了。多么好的一个风景线，现在被取缔了。但是这边溜达看一看就好了啊！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在这边找，这边就很危险的，因为仙人跳呀、乱七八糟的呀。然后什么偷钱的呀，就很多，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说这边就看一看，溜达，就当一个风景线。要是想玩的话，千万不要来这儿啊，风险性极大。啊，这条街上多一些，金发碧眼的特别多。他们一看拿相机就背过去了，还挺好的。我也不想拍他们脸啊，这样挺好的。他们背过去了，我还能看一看，拍一拍他们身材。接下来我们去一个新宿另一个比较出名的地方，新宿二丁目。新宿二丁目我还真的没有去过，这次也趁这个机会去见识一下，到底二丁目是什么样子。现在走在新宿这个街上，听见人说日语都已经比较稀奇了，全是说英文的。我好羡慕他们这些会说英文的呀！我要是会说英文，那就走遍天下都不怕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也是我人生一大梦想了。新宿文化centre。咱们先去这儿逛一下。这是什么宝藏地段？以前没来过。这里有个公共厕所。There's a kind of peace moving every couple years, packing up and finding a new home. There's a beauty in the anonymity it brings. 新宿高的电话器。Everything's 500。哦，新宿还有这么一个隐藏。All my friends have stopped inviting me to where they are, figuring I'll just be on the road. It's not that they're wrong, it's just that I wish it were different. But hey, mine is boarding time.这每条路都长得一样，但是我走没走过，我不记得了。这小路窄的只能走一个人，只能过一个人的小路，哈哈，走晕了，不知道从哪来的了，也不知道哪走过哪没走过。这里边的小店都是这种贼小的，大概也就5、6张座，然后一个吧台，大家挤在一块儿喝酒，氛围反而是挺好的。
你看这种的，半个屁股都在门外边。好，我们继续寻找我们的新宿二丁目。新宿二丁目还是有一点距离，走过来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这里反而没有想象的热闹，酒吧也没有很多，在大马路中间拍照好诡异，穿的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站的笔直笔直的。这小马路的店比这大马路的店还多，这么走下来感觉店还是挺多的。看这隐藏小胡同里店还是老多了啊，这里感觉对味儿了，这才像酒吧街呢。男兄，这是女孩吧？红楼。这写的中文店，看一下价格，其实还可以。好，这里就是著名的新宿二丁目。说实话，我想进去体验一下，但是我有点害怕啊。这一季咱们就算了。如果说你们真的想看，那就留言给我。其实新宿这个地方，白天和晚上真的是两个样。白天更适合逛街和购物，晚上适合吃饭和喝酒。等有机会，我们再拍一个白天的新宿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留言，你的一点点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